我哋呢間店係兄弟姊妹一齊開嘅，個個都識入廚房。以前一日做24小時都冇休息，呢10年8年之後咧冇做通宵，每一樣嘢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做，服務員又係我，老細又係我，計數又係我，亦都係力不到不為除，辛苦都冇所謂，有錢賺就得啦。从最初蝶南的一间小食肆，到如今开了分店，每到饭点座无虚席，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味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實堅守。下次先食沙姜豬手㗎啦，你費事浪費啊嘛。係啊。你好，一陣點菜。新抱7點鐘先返到。好，等陣你睇啱先。得啦。好。在蝶教扎根开店35年，附近的村民早已成为店里的熟客。不少人即便搬离蝶教，也专程折返寻味。今年60歲的蘇艷紅，依舊是店裏最熱情好客的活招牌。嗱，呢啲鍋巴好靚啊，鏟啲鍋巴俾你試下。你好，幾個人啊今晚？今晚3。坐啦，唔夠試去加咧，我點菜唔會浪費嘅嚇，日日幫我訂餐㗎。我識咗佢20幾30年啦，我叫佢大家姐嘅。因為我姊妹多，我第一啊嘛，所以叫一姐。老廣講究不時不食，蘇艷紅深谙此道，時節更替，即為街坊端上合時宜的美味。我哋冬天就係賣驢肉啦，賣驢肉都賣咗差唔多30年啦。呢啲驢喺雲南攞嘅，佢因為全部都食草，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。一般咧我都係揀200至250斤左右嘅驢係最好食嘅，大啲啊啲驢啊佢柴啲嘅。一頭驢全身都是寶，驢肉的脂肪含量遠低於豬肉，肌肉纖維比牛肉、羊肉更細，軟而不爛，緊而不柴，還富含蛋白質。羊肉其他都好嘅喎，但係驢肉冇味嘅喎，驢肉個點食都唔會肥嘅，成隻驢劏出嚟冇油嘅，冇肥肉嘅。驢肉炒菜心，嫩滑的驢肉裹着十足的鑊氣，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，兩種鮮味相融，清爽又適口。新鮮驢肉剁碎，入鍋快速翻炒，簡單調味便香透廚房。再平鋪在煮熟的煲仔飯上，慢火焗上5分鐘，驢肉的香氣盡數滲入米心。出鍋淋香油、醬油，撒上香菜、蔥花，一鍋驢肉煲仔飯，拌開瞬間香氣四溢，每個月能賣出1000多份。更暖心暖胃的，還得數驢肉火鍋。我啲湯底用啲驢吉熬嘅，呢啲驢皮阿膠啊，放啲藥材落去煲出嚟啲湯好靚嘅。2個小時慢火熬煮，驢骨與驢皮的膠原蛋白在咕嘟聲中慢慢釋出，湯色熬得奶白，嘗一口滿是清甜，一點膻味都沒有。切得薄薄的驢肉往滾燙的湯裡一涮，15秒就翻了色，肉質細膩，帶着驢肉特有的醇美，扎實卻不柴口。驢皮 Q 彈軟糯，煮得越久越粘醇，好吃又美顏。驢皮腩更是集大成者，既有驢皮的糯，又有驢肉的醇，蘸上老廣鍾愛的薑蓉，層次鮮明，吃過便難忘。老廣打邊爐怎能少了丸子？新鮮現打的驢肉丸帶着嚼勁，每一口都是實打實的肉香。還有那爽脆驢肚、香口驢雜、嫩滑驢血等10幾樣食材，每一款都藏着獨一份的驚喜口感。每日新鮮到店的驢肉是專屬於蝶教冬日限定的熱乎味，來晚一步只能抱憾而歸了。
老广们围炉而坐，眼前热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，谈笑间筷子起落，捞起的是滚烫鲜香，咽下的是街坊人情。国庆假期，天微亮，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經忙碌了1個小時了。甜天之嘅回煲，食過都舐舐嘴㗎，撐得2、3個鐘頭啦嘛。在化州本地，黃瓜乾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，滿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。黃瓜乾的絕配非豬腳莫屬。焯水的豬腳下鍋炸至表皮焦香起泡，肉汁被牢牢地鎖住。真係努力喎，搬開啲仔女啊，做啲甜點加行湯，係浸到陣飛飛水，咁佢飛水又回鑊，夾黃夾醋啊嗰啲嘢就止啦。粵西的黃瓜乾包豬腳和廣府的月子豬腳薑一脈相承，都是酸甜口的。豬腳補膠原蛋白，強體魄；黃瓜乾清熱解膩，開脾胃。兩者同煲，去瘀生新，恰是產後恢復的不二之選。好甜啊，好甜甜。白醋則是點睛之筆。既能促進膠原蛋白軟化，讓豬腳軟糯，又襯得黃瓜清甜。一碗酸爽可口的黃瓜乾豬腳湯，成了當地滿月宴席上的標配。若換成紅蔗醋入鍋，加上冰片糖、番茄醬慢慢收汁，又是另一番驚豔風味。豬腳裹滿酸甜醬，黃瓜乾吸足豬油，軟糯中帶有脆勁兒，光看這色澤已經讓人垂涎。新生命的降臨，總讓人充滿期待與欣喜。親友齊聚，本地風味悉數登場。一口豬腳，一塊黃瓜，酸甜交織間，滿是對新生兒的祝願。黃瓜枝隻醋，一朝頭就好堅，好堅啊！生咗一個好堅俾佢。我要生仔㗎，二頭好堅好堅啊！喜得第3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，滿座祝福聲裡，把對孩子平安茁壯的祈願融進了滿月宴裡。黃瓜乾是化州人的幸福時刻見證者，黃瓜豐收季，市集裡賣瓜乾的身影絡繹不絕。而放眼粵西，說起黃瓜乾，就會念起達橋鎮。立秋後，達橋管塘村的李景昌照例撒下了黃瓜種子。我哋一般係種兩季，立春過後20日左右，或者種春瓜。立秋過後20日左右做秋瓜。呢春瓜種下大概40日可以收。草木灰咧，佢係疏鬆，有助於佢生長。本地瓜種一代一代自留種，有400、500年歷史嘅。我哋嗰啲瓜咧，佢種出嚟嗰啲味啊，特別順。達橋鎮種植黃瓜的歷史能追溯至清代，山間清泉灌溉着這片土地，搭配當地獨有的紅瓤丘陵地貌，使得達橋成為遠近聞名的黃瓜之鄉。在達橋，家家戶戶的前屋後院都會種點黃瓜，但像李錦昌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畝的並不多見。黃瓜從定植到採收不過40天，本是短平快的收成，可今年天氣反覆無常，
李锦昌遇上了入行以來最棘手的波折。今年失收啊，颱風全部吹晒啦，吹冧咗佢就死晒啦。重新種過之後碰啱寒潮，因為黃瓜嘅生長溫度咧佢唔得低於10度嘅，結果早排個寒潮冷到7度咁啊，全部又凍死晒。成100畝，按照呢季嚟講咧，係大概係70萬斤，100畝得翻1成到啦，10萬斤唔到。1個多月的生長期拖成一場持久戰，雖然無奈，李錦昌依舊每天雷打不動地到地裏巡上一圈，把長勢尚可的瓜細心地收下來。隻頭嗰度開始露黃就可以採摘噶啦，太熟嗰邊老嘅黃噶啦。靠老天賞飯嘅嘢，暫時係會有嘅，但係種植呢都係蝕多過賺嘅。回鄉種瓜6年，幾經風雨，李錦昌在摸索中前行。達橋黃瓜在粵西廣受歡迎，但始終困在本地南粵周邊地界。2020年，在外打拼的李錦昌毅然返鄉，接手了村裏早已停工的黃瓜廠，一心要讓家鄉風味香飄全國。本地名聲頗大的達橋黃瓜，其實就是旱黃瓜，又稱化州黃金瓜。它身形勻稱，生吃爽脆，瓜囊極少，膳食纖維含量高於普通青瓜，是黃瓜乾的上選之材。水要燒到起泡，唔使燒開，燒到全開個淋晒紫熟啦。洗淨的黃瓜曬之前，還要經歷一次熱水的浸泡。嗰個步驟就係叫殺青，啱摘翻嚟嗰啲瓜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，所以殺青就為了殺死佢裏面嗰啲細胞，破壞佢表皮嗰啲花青素，使佢後期曬咁就加速佢色變。如果唔殺青咧，佢會繼續變老嘅。用個手按啊，按到有手印 OK 噶啦。殺青完成的黃瓜必須轉到室外晾曬，在太陽的作用下，瓜身逐漸變軟，顏色變淺。我哋一般都係放2度鹽水，依家大概係60斤水，我哋放1斤鹽左右啦。嗰度曬咗1日嘅瓜啦，收翻嚟就要去殺菌，因為曬咗1日帶菌啊嘛。如果唔殺菌嘅，聽日佢會壞嘅。最老嘅工藝以前係高鹽醃製嘅，就係要用鹽醃個瓜嘅。後期改為低鹽，生曬之後就唔使用鹽醃個瓜噶啦，就攞個鹽水就浸味。第2日我就可以撈出嚟曬啦。初曬的黃瓜仍含不少水分，當地人稱作瓜水，需經過至少3日的反覆晾曬殺菌，等到瓜身呈淡黃色才算達標。而要製成合格的瓜乾，有一個關鍵的步驟。大概含水量就有20%左右，我哋就要壓啦。曬咁多日咧，佢全部就埋一齊，再曬係好難乾噶啦，所以要張開。因為我哋嘅味道嘅精華咧，佢就係要快速脫水，先至保存得下來。碾壓的力度大有講究，達橋的孩子從小耳濡目染，人人都練得一手壓瓜的好本事。因為機器嘅力度係統一嘅，所以大瓜咧佢就壓唔扁，細瓜壓爛，所以機器係好難替代得人工到嘅。好細個就幫一腳就會呢隻工㗎啦，好似講媽咪快快壓啦，攞出嚟賣就俾錢你買糖果食啦咁，嗰個動力好大噶嘛，所以咩工都唔想做，就係想做呢啲工，因為有嗰啲工做就見得錢噶嘛。壓平的黃瓜曬至半乾，還得再碾壓2輪，如此反覆，直到水分盡散，全身通透。用一條整瓜曬到咁乾，15斤新鮮黃瓜曬翻1斤個黃瓜乾。
好脆。黃瓜任何嘅形態都會食㗎。7天的古法炮制是时间与耐心的慢刀。历经数次形态和颜色的蜕变，新鲜的黄瓜终成色泽金黄的黄瓜干。晒好的瓜干，本地俗称八瓜，纹路清晰分明，丝丝纤维里藏着日光的暖香，存得好，能食用1整年。李锦昌循着黄瓜的不同形态，琢磨出多款风味小食。花生油加入香叶、八角、花椒等香料，倒入瓜干，加点豆豉同炒后，香气四溢，下饭拌面都是绝配。而瓜水又能制成酸甜瓜和脆黄瓜，各种风味各异的黄瓜小食，成为本地人吃白粥时的心头好。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朴实入味儿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底，马上泡软的黄瓜干加水焖煮，砂锅热力蒸腾，逼出五花肉的丰腴油脂，丝丝渗入黄瓜干的肌里。这锅南肉包黄瓜干，软糯中带着韧劲儿，味道香浓。另一道经典菜式是将瓜干剁碎，与肉末、鸡蛋拌匀，上锅蒸熟。黄瓜蒸肉饼，清清淡淡，却透着瓜干的清甜，鲜而不腻。李锦昌爱在传统里求新，鱼骨煎香后加精汤煮沸，下鱼片汆熟。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，一碗精汤黄瓜鱼，酸香柔和不呛口，直叫味蕾沉醉。開飯啦喎，開飯啦喎！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，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。从田间种植到古法晒制，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，不急不徐，文火慢养。正是这份耐心，让达桥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，越包越醇香。